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74.67，收盘价是376.0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82.29，最低价是在372.54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5077.03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大幅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相对大幅的低开盘，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一波剧烈的震荡，上方呢是在382遇到了压力，下方是在373附近遇到了支撑，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当日 K 线的中下部进行震荡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，因此我们会看到当日 K 线是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，生成了一根这样的K 线。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也会关注到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，虽然是含有长上影线，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称作叫一根休息的 K 线。我们会看到，继市场出现财报以来连续4个交易日啊，实际上股价都是在一个横盘走势中，也就是目前股价是在消化这个 Q1 的这些信息，那么日后股价是要突破的。那么目前股价突破的上方的重要标志位就是4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386，还有下方的364，也就是4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所以日后股价向上或者向下突破的重要标志就是这两个位置，一旦突破呢，股价将会延续突破的方向呢，继续延伸。好，那么对于出现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，在4月29日，我们认为单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股价将会有继续横盘的走势，也就是股价现在要继续等待各条均线的合拢。从而去消化市场的信息，然后再选择突破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4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并列的，一个是股价会反弹，我们给的收盘价是在384附近。另外一个是股价会下行，收盘价我们给的是368，而实际在4月28日收盘价呢是在376.02，股价既没有出现这样的反弹，也没有出现大幅的下跌，而是出现了一个横盘向下的走势。好，那么股价出现横盘向下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4月2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37。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我们刚刚说了一个重要标志就是364，跌破这个位置，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的回档，从而去测试337。然后之后第二个目标是325，第三个目标是273。那我们前几期视讯都提到过，股价一旦跌破334
437，那么新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也先不做调整，虽然在这个位置已经形成了一个头，那么我们先把它作为一个压力位，第一个目标仍然是416。当然，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首先要冲破前面这个头409，而这个头我们会看到股价这一波回档一旦出现反弹，站上409，那么下方有底高，上方一旦出现头高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确认。所以说，在到达416之前，409是一个重要压力。那么在到达409之前呢，我们刚刚又说了，385这个位置是重要标志。一旦这个位置被突破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有继续延伸的上行，从而去测试409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416第一个目标之后，第二个目标是436，第三个目标是452。那么这些目标呢，仅仅是压力位。一旦股价建立多头趋势，真正的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4月2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376附近，碰巧呢，股价的这个收盘价是收在了这个观察位，那么到了4月29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新生成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373。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盘中，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股价将会有我们认为是向上的走势，或者叫反弹。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一旦股价一直是尤其是在20日均线之下方运行，我们不排除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下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373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369这个位置，我们是在这3根 K 线的收盘价是连续加仓。那么在4月21日，我们给出了停利的位置，也就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在这个地方是停利出场，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362，所以如果没有被停利出场呢，那么这个仓位到目前仍然是持有的。那么到了4月28日，收盘价在376.02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具备加仓条件的，我们指的是在技术上。那么这个仓位到了4月29日。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仍然可以守362，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，可以守337，或者是长期持有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386，或者说是从5日均线值是在374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，一直到386，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362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来看4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那么它们的范围呢是从374到377，对。它跨越了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，但是我们愿意把它放在一个压力位上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382到386之间，在这个区域正好是我们说的这个关键标志位。第三个压力位是394，第四个压力位是407到409。
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第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370到37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是362到364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三个支撑是343，第四个支撑是33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4月29日我们给出的预测呢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或者是大幅下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77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69，收盘价会收在37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如果最低价到达了361，在这个位置，那么收盘价将会收在365附近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77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大幅的下行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74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86，收盘价会在384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74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